你是否感觉自己的生活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一天结束了，灯光熄灭了，但你的大脑却拒绝关机。你躺在床上，你的思绪开始无限循环地回放白天的错误、尴尬的对话、错失的机会以及对明天的压倒性焦虑。你感到筋疲力尽，但内心却根本无法平静。你认得这种感觉吗？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伤。你身体在场，精神却支离破碎，被困在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恐惧之间。夜晚没有带来平静，它只是放大了噪音。日复一日，你看起来很忙碌，内心却感到空虚。你并不是真的在完成你的日子，你只是在熬过它们，希望第二天会有所不同。你被通知、他人的需求、永不停止出现的紧急危机所牵引。你成了一个被动反应者，一片随波逐流的叶子。你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但你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你的方法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明天只会是今天精确而令人疲惫的重复。你失去了对自己叙事的控制权。但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停止自动驾驶呢？如果今晚你可以用清晰取代混乱，用主动取代被动呢？如果你可以利用一天中最后的时刻，不是为了反复思考，而是为了审计、学习，并最终重新获得控制权呢？这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承诺。这不是一个学术理论，这是一种思维技术。塞涅卡，最伟大的斯多葛大师之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精确的工具。今晚，你不会成为你思想的受害者，你将成为他们的指导者。我将教你塞涅卡夜间法庭的3个问题。这场精神审计将有意识的建筑师与那些仅仅是幸存下来的人区分开来。塞涅卡完善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夜间反思。这是你对抗精神伤的武器。这是一种你欠自己的不可协商的日常仪式，用以恢复清晰和控制力。把它想象成一名精英飞行员在执行战斗任务后所做的过程，一次有条不紊、毫不留情的复盘。你不能只是精疲力尽地降落飞机，然后去睡觉。你需要分析飞行数据，了解哪些做对了，哪些失败了，以及为什么。你的一天就是你的任务，你的头脑就是你的载具，夜晚就是你的机库，是检查机器，确保它准备就绪，经过校准并更强大的迎接明天起飞的神圣时刻。但我们要绝对清楚，这不是一本多愁善感的日记。我们不是来这里记录模糊的情感或练习被动肤浅的感恩，这是一次严格的精神审计，这是灵魂的战略复盘。塞涅卡教导我们，在白天我们被迫成为生活的演员，沉浸在表演中，常常对强加给我们的场景做出反应。但到了晚上，你有义务停下来，你必须走下舞台，坐在导演的椅子上，观看你一天的原始影片。目的不是自我惩罚，目的是炼金术，是把混乱一天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智慧。塞涅卡写信给他的朋友，当灯火从我眼前移开，我审视我的一整天，回顾我的言行，我不向自己隐瞒任何事，我不错过任何事。这就是思维法庭。正是在这一刻，被动反应者开始死亡，有意识的建筑师开始诞生。在我把构成这个法庭的3个问题交给你之前，我们需要你的第一个承诺。如果你对这次转变是认真的，请做出你的第一个声明。现在就订阅这个频道来掌握这门哲学，并点赞来签订这个契约。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下方评论你正在从世界的哪个地方观看，并声明我对自己负责。这是你的第一个主权行为。我们准备好进入法庭了。这是你转变的核心，是你不再是精疲力尽的演员，而是成为深思熟虑的导演的时刻。这个过程需要毫不留情的诚实，无处可逃，只有你和你一天的记录。让我们从塞涅卡的3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开始，这是最难的，因为它直接攻击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惯性。这个问题开始排干自满的沼泽，你必须非常严肃地问自己，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自我欺骗。这个问题是所有自律的基础。塞涅卡故意迫使我们首先看向负面、失败和弱点。为什么？
因为美德不仅仅是用良好的意图建立起来的，它是在积极根除我们的恶习中锻造出来的。试图在沼泽地上建造摩天大楼是徒劳的，你必须首先排干沼泽。这个问题迫使你识别出淤泥、被动的行为、拖延、刻薄的言辞、查看手机的冲动。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是第一步。你必须具体，不要说我很懒惰，这是模糊且无用的。要问，懒惰在哪个具体时刻战胜了我？是早上9点，当我推迟了那项困难的任务时吗？是下午6点，当我选择加工食品而不是准备健康食物时吗？你需要点名敌人才能与之战斗。我纠正了什么坏习惯？意思是我在哪里看到负面冲动出现，并积极地选择了另一条路。但也许今天你什么也没纠正，也许你屈服了。那么问题就转变为今天什么坏习惯控制了我？这里的诚实是你唯一的救赎。你必须记录下失败，不带情绪化的判断，而是带着分析性的清晰。我在交通中愤怒地做出了反应，我浪费了1个小时在无用的社交媒体上，我未能信守早起的承诺。这是你的精神账本，你正在记下针对自己的一笔明确债务。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我们的头脑讨厌承认失败，自我是个出色的辩护律师，总能准备好一个理由。我太累了，我应该休息一下。今天压力太大了，今天压力太大了，某某惹恼了我。这些是我们为了保持软弱，为了继续处于自动驾驶模式而对自己说的谎言。被动反应者就靠这些借口活着，他需要他们来为自己对生活的失控和缺乏能动性辩护。遵守这条规则很困难，因为它是一种彻底谦卑的行为，是你独自在黑暗中向唯一重要的人，你自己，承认你在那一刻做得不够好。这是痛苦的。责怪世界、老板、交通或经济要容易得多。斯多葛主义者，这位有意识的建筑师，拒绝这种轻易的退路。他明白他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他自己的行动和反应，因此他是唯一该负责的人。你头脑的自然趋势是寻求舒适，避免自我分析的摩擦。他想带着一切都还好的错觉入睡，但塞涅卡知道成长只发生在不舒适区。你必须强迫你的头脑多保持5分钟清醒，你必须把它放在证人席上。这种直面自我的行为正是区分业余者与专业人士、孩子与成年人的地方。这是对你品格的力量训练。普通人会逃离这面镜子，他宁愿打碎镜子，也不愿承认镜中的影像是错误的。他一生都在逃避自己，用噪音、分心和无意义的忙碌来填补沉默，一切都是为了避免那个可怕而安静的问题：我今天在哪里失败了？因为答案如果是诚实的，就要求改变，而改变是困难的，惯性是舒适的。但正如塞涅卡所知，惯性是灵魂的慢性死亡。让我们使用这个核心比喻：思维法庭。想象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木质法庭里，只有一盏灯照亮。你是检察官、辩护律师、证人和法官。问题：我纠正了什么坏习惯？是第一项指控。你作为检察官必须出示当天的证据。下午2点30分，证人，你感到了说同事闲话的冲动。辩护律师，你的自我站起来反对，他只是在发泄。法官，你的斯多葛理性敲响法锤，无关紧要。证人知道这是不光彩的行为，问题是他屈服了还是纠正了？现在你作为证人必须回答：我屈服了，我参与了闲话。法官随后记录：有罪，屈服于恶意重伤的习惯。或者也许证人会说：我感到了冲动，我意识到了它，然后我转移了话题。法官记录：无罪，习惯已纠正。这个场景无关内疚，它关乎裁决。你只是在收集事实，账本必须准确。如果你的账本充满了谎言、欺诈和编造的数字，你就不可能管理一家公司走向盈利。如果你对自己债务撒谎，你就不能指望拥有一个有美德的生活。你不能简单的忽视你精神账户上的漏洞，并期望你在品格上奇迹般的变得富有。想想克劳迪奥，一个每天都堵在路上的司机，
他的坏习惯是愤怒，他捶打方向盘，咒骂其他司机，回到家时脾气暴躁，压力山大。他处于被动反应的自动驾驶模式中。今天在夜间法庭上，他问自己：我纠正了这个习惯吗？诚实的答案是没有。他记下了这笔债务，但他还多做了一件事。他问自己为什么失败了？我失败了，因为我混淆了我无法控制的交通和我可以控制的我的反应。第二天，克劳迪奥上了车，交通堵塞了，他感到愤怒涌上心头，胸口发热。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审计，他现在有了一瞬间的意识，他看到了习惯的出现。在那一秒钟，他做出了选择。他没有捶打方向盘，而是深吸一口气，打开了一本有声读物。那天晚上，在他的法庭上，当他问自己我纠正了什么坏习惯时，他可以第一次记录我 courage 愤怒，我选择了平静。这第一点的结论是意识的力量。通过强迫自己记录失败，你不再是他们无意识的奴隶，你把你的敌人坏习惯从黑暗中带到了光明下，而习惯只有在自动驾驶的阴影中运作时，才对你拥有力量。当你用你的注意力照亮他们的那一刻，他们就开始失去对你的控制。你开始在刺激交通和反应愤怒之间创造一个空间。你不仅在纠正习惯时获得力量，在记录失败的行动本身中也会获得力量。诚实的记录今天的失败是明天胜利的种子。你不是在惩罚自己，你是在校准自己。你在告诉自己，我看见了自己，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明天我会准备好，明天我会做得更好。这种猎捕你坏习惯的日常练习开始重新配置你的大脑，你开始更有意识地过你的每一天，因为你知道到了晚上你必须向自己交代，你成为自己的监督者，自己的导师。外部的批准或不批准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心法庭的法官会怎么说。你正在构建一根钢铁般的脊梁，仅练习这一个问题，1周后你将对你最大的弱点了如指掌。你会确切地知道你的能量在哪里泄露，你将不再是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你将拥有情报报告，你将知道在何处部署你的防御。纪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次诚实的记录，一次刻意的纠正，一次微小的胜利积累起来的。面对黑暗之后，塞涅卡将我们引向光明。这是法庭的第二个问题。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在哪里展现了美德？这不是寻求外界的掌声或伟大的英雄事迹，这是对你是否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内部审计。在这里，你将在你的精神账本上记下代方。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美德是唯一真正的善。它是指即使在无人观看时，也以勇气、正义、节制和智慧行事。这个问题是犬儒主义的解药。在一个专注于物质收益、地位和外部认可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将你重新定向到根本重要的事情上。你的品格，我做了什么好事，可能只是件小事。是那个你全神贯注地倾听同事，没有打断的时刻吗？是那个当撒谎更容易时，你选择说实话的决定吗？是在被激怒时保持冷静吗？是帮助了某人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吗？你必须积极寻找这些例子。我们的头脑有消极偏见，它更容易记住威胁和失败。你需要训练你的头脑去寻找善。塞涅卡知道，我们所关注的就会被放大。如果你只关注你的错误，你会变成一个瘫痪的自我批评者。如果你也关注你在道德上的胜利，无论多么微小，你就会开始建立一个积极的身份。你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有能力拥有美德的人。这个问题也是行动的呼吁。如果一天结束时，你搜寻你的记忆，却找不到任何刻意的美德行为，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这意味着你整天都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度过，只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恐惧。被动反应者很少刻意的以美德行事，他只是对环境做出反应。有意识的建筑师会寻找机会去实践善行。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微妙的，它不像第一个问题那样痛苦，但它具有挑战性。挑战在于我们自己感知到的微不足道。
我在交通中保持耐心有什么用？这又不能改变世界。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小事上诚实？又没人会知道。自我渴望伟大的姿态。然而，斯多葛的美德在于微小的姿态，关键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关键在于你当下的为人，而不是你从中得到了什么。遵守这条规则很困难，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用外部指标衡量成功的文化中。我们用我生产了什么，或我赚了多少钱，来衡量一天。塞涅卡迫使我们问：我活得怎么样？这是价值体系的根本转变。你可能在工作上度过了没有效率的一天，但如果你对家人有耐心，在艰难的谈判中保持诚实，并对自己所拥有的心存感激，那么根据斯多葛法庭的判决，你度过了极其成功的一天。头脑的自然趋势是忽视这些小小的胜利。哦，这没什么，但这关乎一切。每一个有美德的选择都是你为内在堡垒奠定的一块砖。你必须为此给自己肯定，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客观的认可。今天我有机会表现的懦弱，但我选择了勇敢。今天我有机会表现的小气，但我选择了公正。这会儿强化你试图建立的身份。深思熟虑的灵魂明白，品格是成千上万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的总和。普通人等待一个伟大的时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场火灾去救人。斯多葛主义者知道，品格的真正考验是日常生活，是交通，是超市的队伍，是你回应一封粗鲁邮件的方式。这些都是你日常实践美德的竞技场。账本的比喻在这里至关重要。你在第一个问题中记录了你的借方，现在你记录你的贷方。你必须像之前一样一丝不苟。贷方：上午11点对一位难缠的客户保持耐心。贷方：下午3点慷慨地赞美了一位同事。贷方：即使不想起床，也自律地按时醒来。你是在逐字逐句地建立你的道德资产。想象你的灵魂是一个花园。第一个问题是拔除杂草的行为，这第二个问题是浇灌花朵的行为。两者都是必须的，你不能只靠拔除杂草就拥有一个健康的花园。你需要积极培育你希望成长的东西。通过认识到你的美德行为，你是在浇灌你内心中勇气、正义和节制的种子。你在告诉你的潜意识，这个，我们想要更多这个。再想想克劳迪奥，那个司机，在他选择有声读物而不是愤怒的那天，他回到了家。在他的法庭上，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他记录到：我实践了节制，我选择了平静而不是愤怒。当我回到家时，我保护了我内心的平静和我周围人的平静。这是一个强大的贷方记录。他不仅避免了一个坏习惯，他还积极地实践了一种美德。正是这种认知巩固了改变。这不仅仅是避免负面的，这是庆祝积极的。这就是斯多葛炼金术。你正在把一个平凡而充满压力的情境交通转变为一个锻造你品格的机会。你正在把被动的铅炼成美德的金。你不再是交通的受害者，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实验室中实践哲学的修行者。这一点的结论是身份的构建。你就是你反复实践的结果。当你夜复一夜地记录你的美德行为时，你正在慢慢地重写你自己的身份。你不再是一个压力大的人，而是成为一个练习平静的人。你不再是某个懒惰的人，而是成为一个珍视纪律的人。你获得了积极强化的力量。你开始在白天积极寻找行善的机会，因为你知道，到了晚上，你将享受到记录那笔贷方的乐趣。这变成了一场游戏。你开始游戏化你自己的美德。你想要在你的夜间账本结束时，有尽可能多的贷方记录，实现正向的结余。这种练习培养了深刻的自尊感。这不是傲慢，这是一个知道自己正在积极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平静自信。外部的验证变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额外奖励，但不是必需品。你的验证来自你自己的法庭。你知道，无论世界向你抛出了什么，你都按照自己最深刻的价值观行事了。这是真正的内心平静。这不是没有问题的生活所带来的平静，这是知道你正以尊严和美德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而感到的平静。你睡得很深沉，不是因为一切都完美，
而是因为你保持了正直，你像自己的主宰一样行事，而不是像环境的奴隶。这是一种无人能从你身上夺走的力量源泉。现在我们来到塞涅卡夜间法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综合了前两个问题，并将它们投射到未来。我忽略了什么责任？我在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这不是第一个问题的重复。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坏习惯，你做错了什么？这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疏忽你本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这是关于未履行责任的问题。责任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核心词。你对自己有责任照顾好你的思想和身体，你对他人有责任做到公正、善良、乐于助人，你对你的目标有责任尽你所能做好你的工作。这个问题是对你一天的全面扫描，寻找漏洞。你在哪里疏忽了？你在哪里选择了更容易的路？不是出于恶习，而是出于自满。是那个你没有打的重要电话吗？是那个你知道可以交付100%却只交付了80%的项目吗？是那个本该陪伴家人你却心不在焉地刷着手机的责任吗？是那个照顾身体的责任，但你纯粹因为缺乏意愿而跳过了锻炼吗？这些不是主动的坏习惯，他们是被动的失败。他们对品格同样具有腐蚀性。有意识的建筑师明白他要负100%的责任，不仅为他的行动负责，也为他的不作为负责。另一方面，被动反应者是疏忽的大师，他安慰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同时却悄悄地未能做对的事。他生活在平庸的灰色地带，既避免了失败的痛苦，也避免了追求卓越的努力。这个问题消除了灰色地带。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深刻的，这是平庸的声音对抗卓越的声音，这是你内心只求足够的部分对抗你内心渴望精通的部分。承认你忽略了一项责任，就是承认你没有尽力而为，这伤害了我们的自尊。说我没有时间，比承认我没有把这当作优先事项要容易得多。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它要求一个高标准。它假定你有责任，并且你有能力履行它们。它拒绝接受你的借口，它迫使你直面你的潜力和你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而这个差距，当我们诚实地面对它时，是改变的最强大燃料。你看着他说，明天我要缩小这个差距，自然的倾向是轻易原谅自己的疏忽。哦，没关系，我明天再做。但塞涅卡知道，明天往往是潜力消亡的地方。责任是你今天欠自己的东西。通过记录疏忽，你不是在责备自己，你是在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你正在把一个我本该做的转变为一个明天我将做的。深思熟虑的灵魂使用这个问题作为其战略雷达，他检查这一天，看看防线在哪里失守了。我今天忽略了我的心理健康，跳过了我的冥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明天冥想必须是首要任务。我忽略了对孩子保持耐心的责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明天我的焦点将是有意识地陪伴他们。账本的比喻在这里完成了。第一个问题记录了借方负面行动，第二个问题记录了贷方正面行动，这第三个问题记录了未清偿的债务、未履行的义务。如果你的公司有重要的发票，你决定视而不见，你就不可能在晚上结清账目。同样，如果你把关键的责任扫到地毯下，你也不能结束你一天的生活。想象一位船长，在一天航行结束时，他复查航海日志。我纠正了什么坏习惯？我对一个水手大喊大叫了吗？是的，借方。我做了什么好事？我教了一个年轻水手如何正确打绳结吗？是的，贷方。现在第三个问题，我忽略了什么责任？我看到桅杆上有一道小裂缝，决定稍后再去检查吗？是的，被忽略的责任。平庸的船长会去睡觉，希望那道裂缝什么也不是。斯多葛船长，那个自己的主宰，知道这个小小的疏忽可能会在下一场风暴中使船沉没。他知道这一点就无法安心入睡。他记录下被忽略的责任，检查桅杆。第二天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检查桅杆。他不允许今天的疏忽成为明天的灾难。你是你船的船长，
你的生活就是海洋，你的责任是让你的船保持漂浮并航行在正确航线上的任务。如果你忽略了船体的维护、你的健康，或者地图的阅读、你的目标，或者对待船员的方式、你的人际关系，你就是在主动地驶向灾难。这个夜间问题是你的预警系统，这一点以及整个练习的结论是积极主动的责任感。这个夜间法庭的目的不是要给你定罪，目的是要解放你。他把你从悔恨和焦虑的被动循环中解放出来，你不再为过去后悔，因为你已经审计了它，你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今天的错误不再是困扰你的幽灵，它们是已经转化为智慧的原始数据。你不再为未来焦虑，因为你有一个计划。你今天被忽略的责任变成了明天清晰的优先事项清单。你醒来时不再想我应该做什么，你醒来时确切地知道哪道桅杆上的裂缝需要首先修复。你用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取代了模糊的希望，你用专注意图的秩序取代了精神上的混乱。通过实践这3个问题，你成为了有意识的建筑师。被动反应者被白天的浪潮冲走，建筑师利用今天的数据来构建一个更好的明天。你不再是你冲动的奴隶，也不是环境的受害者，你是你自己存在的法官、陪审团和导演，你是自己的主宰。你关闭了你的法庭，你复合了借方，庆祝了贷方，并列出了未清偿的债务。结余已经完成，今天的账本已经关闭，没有什么可再反复思考的了，没有什么可再担心的了。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你做到了诚实，你学到了东西。现在，且只有在现在，你赢得了平静的权利。你关上灯，不是带着充满噪音的头脑，而是带着清晰、平静和准备好的头脑。然后你睡着了。你完成了审计，今天的法庭审理结束了。你感觉到这种清晰了吗？这是诚实之后的宁静。你已经把精神上的混乱转变成了深思熟虑的秩序，今天的错误变成了明天的智慧。这是有意识的建筑师的日常实践。如果这段旅程与你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承诺不再做被动反应者，而是成为自己的主宰，那么你的工作还在继续。盖章你的承诺。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现在就订阅来掌握这门哲学，并点赞作为你出席了这次审理的记录，并且作为你对世界的最终声明，在下方评论你对明天的意图。评论：我掌控我的一天。许多人开始这段旅程，但很少有人有纪律坚持到底。你还在这里，还在听这个声音，这个事实意味着你是不同的。你不是在寻找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你愿意做自我分析的艰苦工作。你属于那些不仅消费信息，而且应用信息的精英群体。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深思熟虑的灵魂社区。为了证明你的承诺并加入这个团体，请做第2个声明。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向我和其他人表明，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审计，并且对你的转变是认真的。你最后的斯多葛责任是美德。你现在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可以真正改变某人的人生轨迹，使他们脱离焦虑，走向清晰。不要把这个留给自己，你的责任是分享这份智慧。想想你生活中那个被困在自动驾驶模式中熬过每一天，在夜晚精疲力尽辗转反侧的人，与他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是为了帮助他。现在你的转变开始了。关掉这个设备，找到宁静。你的个人法庭现在开庭，开始工作。